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嘉诚，现在是一名兴趣使然的游戏制作者。9月5号，我的非正式免费游戏《史记》上架了 Steam。虽然说这个游戏能够制作出来是为了我的课程的教学，但是这个游戏的继续的更新和制作是为了所有支持我的粉丝和玩家们，所以这将不再是一个我为了教程而做的游戏。如果未来这个游戏没有更新，停止制作了，可能真的是我一个人累了吧，可能需要休息或者沉淀了吧。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看《史记》这款免费游戏现在有多少的下载量，还有一些其他的数据，顺便用这个视频来做个记录。其实我自己还蛮好奇的，因为从游戏开放下载到今天，我都没有去关注这些，因为是免费游戏，都不知道你们好不好奇。那在开始之前，你们先来猜一猜，这个游戏会有多少的下载量呢？是1000呢，还是1万，或者是10万呢？你们在弹幕上面告诉我。那截止2021年的9月24号，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游戏的好评量有多少。那通过这个图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好评的数量是呈一个递减的趋势，因为确实这个游戏没什么好玩的，所以一开始大家可能觉得很好玩，期待很高就来玩了，所以这个时候的差评也是最高的。但是经过后面不断的维护修复 bug 之后，其实整体的游戏体验还算那么 OK， 我自己还算可以勉强接受，所以我现在去玩9月5号当天的那个版本，真的是非常的糟糕。但是你们玩完也不会再玩了，所以你们的评价、你们的印象还停留在你们当初玩的那个版本上面，所以也没有办法。总共现在为止呢，有5200个评价吧。那其中好评的数量达到了4900个。其实这个好评和差评对于我现在的我来说，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觉，因为它也不是一个正式的游戏。然后就是这边的语言，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内的评价有3400多个，那国外其他的地方的评价有1800多个。这个游戏让我万万没想到的就是国外有非常多的人玩这款游戏。我们可以打开 YouTube 上面搜索这个游戏的英文名，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 YouTube 上面的博主录制这款游戏的试玩视频。我们来随便看几个吧，我们看一个播放量最高的吧，这个博主。Let's go! Yes! خلونا يا جماعة نروح لأول بيت موجود.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يش الصوت هذا؟ اوه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اي قعجوني اوه ماي جاد Okey, kita lihat teman-teman, ada zombie teman-teman. Tembak teman-teman. Cu. Woo! Ayo datang semua zombie busuk. Oh no. Kepalanya langsung bocor teman-teman. Okey. Kalau kembali langsung mati teman-teman. 好吧，那我们就看这么多，然后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这个游戏的曝光量，就是它有多少人看到了这个游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 Steam 上面的流量和访问量的统计，这边是所有流量，然后是一个总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游戏在 Steam 上面的总曝光量达到了4500万，就是4500万的曝光量，这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曝光量，我也没想到。但是你们看，点进去的概率就非常的低，达到了7%，也就是说，就4500万人能够看到这个游戏，但是点进去的只有7%，所以目前的这个游戏的总访问量是341万，应该没算错吧？个十百千万10万100万，有340万的人访问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这个游戏到目前为止有多少个下载量。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翻译都是机翻，所以有些地方翻译的不是特别的正确。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游戏的终身的收入，就是总共有多少收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收入是0，然后再来呢，我们是一个终身免费许可证，就是有多少个玩家获得了这个游戏，里面就包括你获得没玩的和你获得之后玩的，所以它是一个总共的有65万的人获得了这个游戏。我没什么概念。这个数量我不知道是算高还是低，那其实也无所谓。然后再来呢，是一个目前的球员，就这边的翻译就是目前有多少个玩家正在玩这个游戏，就是当前在线的玩家数量有200多个玩家。然后再来呢，就是每日的活跃用户，就是过去7天的平均每日的活跃的用户量有2万多人。然后再来呢，就是终身唯一身份用户，就是你获得了这个游戏，并且下载完了这个游戏的玩家有多少个，有将近43万人玩了这款游戏。然后再来呢，就是中场时间，这边是平均玩这个游戏的时间，
因为有的玩家可能下载下来觉得很无聊，就玩了几分钟，有的可能觉得还可以，就玩了比较久，所以它是一个平均的时间。那整个流程也是比较短，平均时间是11分钟。然后接下来就是愿望清单了，所以这个就是实际这个游戏的所有的下载的数量。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我看到这个数据之后的一个感受吧。虽然说游戏拥有了60万的获得量和40多万的下载量，还有极大的曝光量，但是游戏的获利一直都是零。那 Steam 平台也不会因为你的下载量很大给你什么奖励或者退还你的押金。那其实一直有粉丝说你这个游戏可以适当的收几块钱啊，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也说你要是收1块钱，你现在不是就有60万的收益了吗？但是我还是一直坚持着让这个游戏免费，哪怕我现在看到60万的获得量，我对于我的决定还是没有一丝的后悔。因为游戏的质量真的不行，而且这也不是我所有的实力，我对于我自己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这种游戏我不可能拿去卖钱的，哪怕我真的投入了很多精力，而且本来游戏也是为了给大家图一乐的。如果真的收费了，哪怕1块钱，我都会比现在压力大很多。那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的话，可以给这个视频一个3连，真的很感谢你们。其实我真的没想到这个游戏能够获得这么多的关注和这么大的曝光量，因为去年底这个游戏我就在我的个人网站开放试玩了，都只有我的粉丝在玩，没有什么人关注。那有玩过之前 2.0 的版本的粉丝也可以在这个评论区说一说你们之前玩到的那个版本和你们现在玩到的最新版本整体的体验来说有什么差别。那视频的最后我们来聊聊天吧，说一说我这阵子的感受吧。虽然游戏一直都是免费的，但是其实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做梦都是这个游戏。我每天都会去看你们的私信评论的一些建议，还有一些 bug 的反馈，然后我满脑子都是这个游戏什么功能要怎么做，游戏 bug 要怎么修复，怎么增加玩家的游戏体验，游戏的下一步要怎么做，怎么又出现了 bug， 为什么我没有测试出来，那下一期的视频的内容是什么，以至于我一直说我要休息，但是真的没有一天在休息，都在增加新功能和修复 bug。可能我真的要早几天把手机关机了，彻底的放空一下。那其实本来游戏上架 Steam 之后，我是打算继续的出免费的教程的，就是那个虚幻五初学者系列教程。因为一开始的打算是把这个游戏上架 Steam 之后就不管了，但是大家真的对这个游戏期望都非常高，所以我才决定继续的更新完善的。那就跟你们聊这么多吧，真的很感谢你们能够听到这里，很感谢你们。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拜拜。